003型航母已安装舰岛，大概完成了90%的建造任务。在我国杂志的封面上出现了一个比003型航母更大的航母，猜测是中国核动力航母。而中国核动力航母的反应堆是核航母的关键。最近一则消息令人振奋，我国3代核能小堆开工建设。据四川媒体报道，我国海南核电基地昌江将建成首个小堆玲珑1号。玲珑1号的核岛面积是华龙1号的1/3。功率是华龙1号的1/10。刘成敏说，玲珑1号除了发电外，还可实现核能的多种用途。宋丹荣表示，正在研究如何将玲珑1号装到船上。玲珑1号是世界上最先进的3代核能小堆。玲珑1号体积小巧，高14米，宽10米，这种尺寸比常规动力航母的轮机小很多。玲珑1号反应堆的电功率达100多兆，和美国福特级航母搭载的 A1B 反应堆不相上下。玲珑1号十分安全，一体化、模块化和完全非能动的安全系统，让核事故发生的概率几乎为0。玲珑1号在多方面能够满足核动力航母的要求，但还面临一些实际问题没有解决。玲珑1号反应堆和核燃料的风度匹配成为了关键。民用玲珑1号匹配的燃料风度为4%左右，如果装到航母上，需要2年更换一次核燃料。法国核动力航母匹配的燃料风度为20%，需4到5年更换一次核燃料。美国核动力航母匹配的燃料风度为60%，需20年更换一次核燃料。军用版玲珑1号或称为核航母心脏。军用版玲珑1号的燃料匹配风度应该会达到美国核航母的水平。中国制造的水平历来都是向高端看齐，燃料风度越大越不稳定，民用玲珑1号不可能上舰。为了母舰和舰员安全，会研发出相应的军用版本。军用版玲珑1号的体积要比民用的大一些，能够有效减少反应堆辐射对舰员的伤害。我国拥有核武器90%以上的核燃料风度，所以在核燃料方面，风度匹配问题应该会迎刃而解。根据一篇权威文章，为海军提供优质装备，造船企业已经加快建设核动力航母，说明核反应堆上舰问题不大。在设计上已经给核航母预留了核反应堆，如果舰载反应堆技术不成熟，也不可能有这样的计划安排。所以中国核动力航母不会让我们期待太久。003型航母离下水也不会太远。004型航母放慢了建造速度，是为了等待成熟的核反应堆吗？军用版玲珑1号或将安装在004型航母上，那么我国核动力航母的时代将会到来。作为世界上最先进的战斗机之一，歼20的产量和真实性能一直是很多国家关注的焦点。目前，我国官方已公开报道，歼20已先后装备了强军先锋队以及王海大队。在官方发布的消息中，我们可以很明显的看出，王海大队在装备了歼20之后，很快就形成了战斗力。更加值得一提的是，据我国官方媒体央视军事的曝光，在王海大队的歼20初步形成战斗力后，还曾奔赴钓鱼岛空域进行过维权行为，而对这片空域严密监视的美日却无任何的发现，显然对此都一无所知。直到现在都还没有日本或美军在东海目睹歼20的报道，其中的深意自然不言而喻。按照常理，一旦我国的战机到钓鱼岛这样高度敏感的地区进行巡逻，那日本方面肯定会有动作，比如派战机进行侦察。但不论是日媒还是美媒，现在都没有报道过关于歼20巡航钓鱼岛的任何信息，那就说明歼20的隐身性能已经完全超出了日本的防御手段了。看到这里，可能会有些不自信的观点反驳，那日本不也部署了 F-35 吗？一直以来也没见报道我国驱逐 F-35 的信息，那是不是大家其实都在藏拙呢？其实吧，隶属于日本防卫省的 F-35 基本都部署在了三泽空军基地，而这一空军基地在日本本州北边。虽然日本列岛的地理长度没多长，但架不住 F-35 作战半径短。三泽空军基地距离钓鱼岛约3500公里，然而 F-35 的作战半径才1093公里，最大航程也在2200公里，着实是有心无力。另外值得一提的是，当歼20完成钓鱼岛空中围权后，美专家抛出了一个惊人观点。美国亚太局势研究学院的专家马克·冈辛格尔认为，自2021年来，美军在亚太地区不论是规模还是国防预算都在持续的收缩，特别是空军机队数量锐减，那么一旦中日之间发生冲突，美军可能将无法及时的干预。这位美专家的话可以说相当的令国人惊喜。如果美国没法及时插手的话，那中日之间一旦发生冲突，那日本还不得被中国吊起来打？所以这次日本是真的急了。日本空中自卫队此前只有2个 F-35 战斗机中队，而且全部都部署在了三泽基地。
在此次我国官方公布了歼20巡航钓鱼岛的活动后，日本决定将原先2个 F-35战斗机中队分为3个，将多出来的一个部署在小松基地。在做出了这一部署决定后，日本内阁大臣也是实话实说，表示这是为了加强日本对中国进入日本领空的应对能力。美国一直以来都把中国视为最强大威胁之一，甚至从某种方面来说，俄罗斯都比不上中国在美国心中的地位。所以这些年，美国不断地加强自己在西太平洋的军事力量，甚至随着中国海军现代化进程，美国更是没有下限地用各种手段针对中国。而最近，美国智库国会研究就发布了一份最新报告，而其中内容就比较令人意外了。需要注意的是，美国这份最新报告中引用了美国海军上将菲利普·戴维森曾经在听证会上说过的话：除了与美国开战，在其他所有情境下，中国有能力控制南海。这话什么意思呢？潜台词：中国可以击败任何国家，但前提条件是不能和美国开战。简单的说，就是只有在美国不参加战争的时候，中国才能击败其他国家，控制南海。其实早前很多国内国外的分析人士、专家学者等人就对南海局势进行了分析，大多数人都认为，美国想要在南海和中国开战，那么输的一方一定是美国，因为中国在南海占据地理优势，不需要长途跋涉，还有各种强大的武器，而美国距离战场却十分遥远，所以在中国以逸待劳的情况下，美国必输无疑。说实话，虽然如今中美海军如果从整体军事实力上来说，差距还是比较大的，毕竟美国拥有11艘10万吨级的航母，还是核动力的。但是中国的军事实力并不弱，军队现代化也一直在稳步进行。航母虽然是常规动力，但如果只是在中国周边，中国完全足够使用的。所以这也是为什么一直有声音说，在南海，中国才是胜利者。当然，就连美智库的报告中也明确提到，25年来，中国一直在不断地让自己的海军现代化，以至于中国海军已经成为了一支强大的海上力量。甚至在如今双方力量增长趋势不变的情况下，中国在整体力量上也会最终持平，甚至完全可以超过美国。值得一提的是，在这次美国国会研究处的报告中，对这件事确实有不同的介绍。虽然从3个方面强调了中国海军对美国海军的挑战，但是很明显夸大了中国海军实力。当然，这并不是说中国海军实力不行，而是美国这样做的目的又是什么呢？就比如报告中分析了中美2国海军的综合实力，以及对西太平洋部分海域的控制权力，并且从中美海军现代化的目的会造成什么影响，一直分析到中美海军力量的对比。从3点来说，其一，中国发展海军现代化的目的比较多，从应对台海局势到应对南海局势，都是中国海军迅速扩张的主要目标，所以这会对美国形成一个相当大的考验。所以文章中还表示，针对中国的海军现代化，美国海军采取了一系列的行动来应对，其中就包括建造更大比例的舰队和最先进的舰船、飞机、人才培养等等。也就是说，美国这是在为继续增加美军在南海实力的又一条要钱报告。近日，普京就俄乌2国关系给出忠诚建议，这是在侧面警告乌克兰做出正确选择，其根本目的就是想进一步敲打美国。而俄罗斯的话语真的会点醒乌克兰，后者也因此真的会远离西方国家，剧作美国首相魔爪吗？本是同根生，相煎何太急。这句话本是曹植写给曹丕的一句劝告，其原意是我与你本是同胞兄弟，何必要苦苦相逼。而最近俄罗斯和乌克兰也上演着同一戏剧性的场面。据俄塔社报道，普京写文说道，2国人本就是属同一个民族，乌克兰要保持头脑清醒，看到以美为主的西方国家的背后阴谋，切勿被谗言蒙蔽双眼，做出手足残害的毁事。和曹丕一样，乌克兰很快意识到自己的问题，并表示很乐意与俄商谈相关事宜。乌克兰总统表示，他对普京运用2种语言表示赞同。除此之外，2国或就双边层面进行讨论。但面对普京的含泪劝告，乌克兰真的会拒绝和西方国家同流合污，就此悔改吗？说起俄罗斯和乌克兰的关系，用一个词简易概括，就是错综复杂。从历史上看，2者的确是同宗同源，但自苏联解体、乌克兰独立以来，2国一直处于博弈状态，关系很是微妙。再加上后期美国和欧盟有意地阻止2国经济来往，并进一步促进2国矛盾激烈化，俄罗斯与乌克兰的关系也一直在持续僵化。据中国军事专家滕建群所说，目前乌克兰很明显倒戈于西方国家，成为美手上牵制俄的一张牌。在经济军事方面，乌克兰不断向西方国家靠拢，
对于俄罗斯确实呈现出远离趋势，并有敌对之意。而乌克兰之所以能成为美签制俄的一大有力武器，是因为从总体上来看，乌克兰地理位置优越且特殊，它是连接俄罗斯和欧洲的桥梁，既是俄罗斯战略后退的底线，也是西方国家入侵的第一站。事实上，对于俄罗斯来说，与其说地理位置优越的乌克兰重要，不如说是掌握黑海的克里米亚更重要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从世界地图板块上看，克里米亚是俄罗斯军事的要塞之地，而俄罗斯争夺克里米亚实际上就是在争夺海域的控制权。单从黑海来看，克里米亚半岛扼守黑海出海口，掌握住这个半岛就等于掌握住了半个黑海控制权。此前，俄罗斯就黑海和以美为主的西方国家多次发生摩擦，而在黑海局势逐渐紧张化下，普京公开喊话乌克兰有点意味，表面看似对乌克兰走感情路线，实则或想借乌克兰之手给美国传递一个消息，反而必遭殃。如若美国持续性对俄罗斯下手，俄国也不会示弱，必会给予反击。从中看来，俄或存几分假意，但乌克兰的回应也未必完全真诚。就乌克兰诚信度来说，收购马达西奇事件就让其信誉度大打折扣，而此次乌克兰的表态或只是个幌子。毕竟就领土权属来说，俄乌一直持敌对想法，从目前看来，只要俄乌存在利益冲突，后者基本不会远离西方国家。